烟消云散，一了百了。我用仅剩的银钱买来酒菜，将耗子药下在了杯中。咽喉肿痛，痛快出击！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太后常出宫看戏，每次除了应戏以外，也会带数名禁卫。为何这次一仗？书林，蓝大人，蓝大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大人，大人，既然醒了，把这剩下的半碗药喝了吧。那位先生说，如此才能将毒性彻底清除。那位先生？哦，是一位姓辜的先生，就是他将您和张平送回来的，还给您诊了脉，配了解药。姓辜。哎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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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不知啊，看您服了药，人便离开了。可留下什么话？并没有，是我疏忽了。我去找他。不必了。或许我知道去何处见他，未曾想，已经10年了。走吧。我不写喜联，也不画年画。兄台的字好漂亮。这诗也是你写的？若阁下真想买，我给你便宜一些，10文钱一幅。千金之字，却遭此厄运，可惜。阁下打的是什么疾风？明年秋闱，兄台必然高中，到时候这些字画，即使千金，也是难求。兄台的字乃大开大合，随性超然之象，可兄台的诗，却都是七言律诗，就像牢笼里的枷锁，将兄台的比例比意全部困于其中，真心真性也难以施展。想来最适合兄台的，不是律诗，而是古诗。好比这一句，若烧条2字改为昆仑西来绝嫣然，便更符合兄台的笔意。若真得高中，我恭贺兄台。
只是难免为这被困住的真性情而扼腕。既如此，就当是我占了兄台的便宜。等等，这幅字我不卖了。我的确曾以此题写过乐府一首，还请兄台雅正。昆仑西来绝嫣然。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毕姓孤，名清章，字书林。我自幼敬仰竹林七贤，还曾偷过父亲的酒，跑去竹林饮酒作诗，击剑而歌。后来要为赴翻案，必须走仕途，我不得不研究儒学、治史，禁锢自己。没想到初次相见，他竟看穿我本心。人生一世，难得遇到这样的知己。能够将您看穿的人，的确少见。总之，相识之后，我与舒林便成为好友。自家中突逢变故，那是我最为自私的一段日子。10年前，思贤书局是京城士子最喜聚会之所，众士子在此既可谈论诗文，交流学问，又可广结人脉，打探科考的消息。乐天兄，此诗文质彬彬，实属佳作呀！啊，佳作！哎，蓝某也读过一本奇书，乃是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，行文清丽，纵情肆意，毫无雕琢。我等不屑与你为伍。而我是罪臣之后，平日便受人冷眼，在那样的场合，便是屡遭排挤。舒林，闲着无事来书局赏月，这么巧，佩芝也在。你也看此书？如此其父奔放酣畅，又风美清逸，为何不读？想来佩芝也是喜欢的吧？风和日丽不可辜负。舒林若无旁事，可愿与我同行？自然愿意。只是仅对坐清谈，岂不无趣？不如去湖边上玩吧。那天我们在湖心发现一座陋室，浮于湖面山水间，推窗便是湖光掠影。我俩便一起将它租下，住了下来。我与他出狱时，也曾和他一起纵酒狂歌，赏花游船。但秋未渐尽，我心中还是计划着这件大事。那些堵在我门口想要送礼结交的士子，想必你也见过。当年的我，正如他们一般，想要结交权贵，探听考官的喜好。佩芝，你的行书已经写得炉火纯青，
为何要练这方正小楷？今日偶获指点，我的字写得太浮，需要多练小楷和小隶，方能精进。何人作此评价？书法大师孙尚书。胡闹！他喜欢方正小楷，竟要天下人都写小楷不成？佩芝啊，佩芝，你这是在把美玉丢进油锅，秀木砍成棺材。佩芝，佩芝，佩芝。佩芝，书林，对不住。佩芝，其实我知道。孙尚书除了是书法大家，也是京科主考官。可以你之才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依然能榜上有名。这世上之人有千千万，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处处迎合，反倒得不偿失。在书林面前，我一直自惭形秽，所以便决定以眼前为重，暂时疏远他。那后来，也罢，烟消云散，一了百了。那年科试之后，我才惊闻阅卷官的顺序调换。我本已将文章变得朴素严谨，谁知新换的阅卷官竟然最喜清新俊逸之文。我顿感绝望。我用仅剩的银钱买来酒菜，将耗子药下在了杯中。佩芝，谁料当晚，多日未归的书林，竟来到我们的令屋之中。佩芝，以你之才，就算文章写得朴素严谨，即便不能名列三甲，榜上有名，还是唾手可得。佩芝，岁岁不济，荆轲落地，大不了下回再来。他知道我心情不好，特意来开解我，但我那时决意赴死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来，我原以为就此一了百了，谁料第二天被刺目的阳光惊醒，树林已不见踪影。
没想到我命运多舛到如此地步，竟然连买的耗子药都是假的。但后来，大人还是顺利入仕了。因为刘尚书突然暴病，不能阅卷，我的文章就由原本的孙尚书查阅，终得以选为探花，入朝为官。所憾者，为是淑林当时的不辞而别和杳无音信。既然大人身体已无碍，我就先告辞了，回去也想想案子的事情。大人早些休息。张兄，你考完的忙什么去啊？成天没个人影。这吃个饭都魂不守舍的。陈超。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啊？这谁记得清楚啊？哦，好像是有人说，西川郡来了个世子，脾气古怪，不怎么和人说话。我突然碰到，就打了个招呼，处着就出熟了呗。那得多熟，才能成为知己。大声喝茶。知己吧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有的人当了一辈子朋友都成为不了知己了。我们算知己吗？我们，我们算，当然算啊。大人还在犹豫，要不要去见那位顾先生？总归要见，何必举棋不定？裴之，10年过去，人事易变，却不想这花一如当年，依旧繁盛。还记得那年我们一时兴起，趁着捕鱼老翁熟睡，偷了他的山板油壶，才在这湖中心发现了这间小屋。当时你我划船落荒而逃，即使被他发现了，
赔个不是就算了，也不知道我们在跑什么。裴师，你这领悟来的也太迟了。你还记得？我自然记得，当时你总不带钥匙出门，几次被锁在门外，这还是我的主意。竟跟当年一模一样。这入市后，我状况稍好，便将此处给买下来了。如此陋室，当年也是因为便宜敬意才租住，为何刻意买下？当年在这里美好时光，弥足珍贵，买下屋子，权且是个安慰。10年过去，不知那坛酒还在不在？10年前，你我一起埋下，约定殿试后共饮。竟然真的还在。喝吗？喝，不醉不归。你找大人何事？我想问问蓝大人，残夜茶怎么样？我家大人去见人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。舒林，你当时为何不告而别？我当然并非无告而别，只是身体突然抱恙，不得已离开。我记得你身体一直康健，当年冷湖求泳，临风夜宿，你都不曾染过疾，为何突然抱恙了？是急症。舒林，你没说实话。陈年旧事，何必再提？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想着若有一天可以和你重逢，一定要问清此事。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自然记得。当时我以为要落跑，便大醉了一场。那时我便看出你决意要赴死，所以情急之下，我将你我2人的酒杯调换了。我饮下毒酒，后来看你醉了，我便佯装出门，将毒酒呕出，又立刻去寻了郎中。虽说脱离了险境，但无法治本，留下了顽疾。
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我见你如此难过，怕你再徒增烦恼，所以便选择一个人离开，想将这顽疾慢慢治愈。你真是糊涂！这些年，我也寻遍了解毒之方，已将自己的毒性慢慢清除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与这些花草木叶结了缘，习得了些医术。不然也无法为你配出解药。可见世事自有它的机缘。舒林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你我真心相交，引为知己。当年你心中郁结，应该告诉我的。我身负着罪臣之子的枷锁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科考入仕，为父翻案。不将各种缘由告诉你，就是怕连累了你。黑石，我懂。怎么睡着了？好饿。张平，这么早？张平，我来引荐一下，这便是我那位旧友，姓辜，名清章，字淑林。这位是张平，幸会。淑林饱读诗书，又懂岐黄之术。张平，你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懂的，大可向他请教。对了，你来寻我，可是案子有什么进展？还没进展，所以我来问问您，那张残页查怎么样了？那上面的字十分艰涩，我查遍古书，逐字对照，至今仍难以成句。我倒是珍藏了几本古传旧书，或许会帮上些忙。既然如此，有劳淑林了。江兄，哎，江兄，江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你彻夜未归，便猜到你在蓝府了。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跟我回家去啊！我还要喝蓝带茶呢。先把案子放放吧。真是的，什么事都不上心。你说这个世上真有声音十分相似的两个人吗？肯定有啊。哎，你关心这个干啥？赶紧跟我回家听好消息去。江兄，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先别着急呀，你看看我今天都给你做了什么菜。蛋啊！那你想想，为什么是蛋呢？不知道。因为蛋是圆的呀，这就叫
状元宴。你等等，张兄，你进殿试了。马莲因为作弊被除名，你11名顺延补录变成了第10名。这皇榜，大街小巷贴的都是，我就撕了一张拿回来留作纪念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你得好好把握。吃了这顿，明天殿试你定能博个头名。可是我不想参加殿试。啊？这是问题出啊！我参加科举，本来是为了追寻木叶生的脚步，但如今看到陶大人的样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不要入仕了。江平，哪个世子不是寒窗苦读，吃了多少苦才能来到京城？如果有个补录的机会，谁不是感激涕零？你说放弃就放弃，你可曾想过我们这种落榜士子的感受？陈愁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那你状元宴你也别吃了，反正你也用不上。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长安，性情刚直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舒林，你来了。你后脑生双目不成，怎知是我？在我府里直来直去不听传的，只有你。不对，还有那个张平。藏了什么好吃的？难道是？果然是栗子。哎，当年不识栗子，塞了一大包，又灌了凉茶。这怕是我一生的笑柄。被栗子撑到要吃消食药的地步，你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人。大人，张平，快来！来得正巧，你不是也爱吃栗子？想必你又是为了残章而来。程序虽无突破，但今日有新的一出，你来读读，看是否有新的线索。怎么了？是否有心事？憋在心里，容易肝气郁结。不妨说出来，好好疏解一番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每年秋冬之时，咳得会严重些。吃2天药便好了，不妨事。